让我们来看一段最近在网上疯传的视频。视频中，一位网友称，他在中国银行广东省惠州市博罗源州分行提款时遇到了麻烦。原来，这位网友存了10万元人民币，却只能取出3000元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银行还要求他提供各种证明才能取钱。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，无数网友纷纷表示，这还是我们的钱吗？银行是在抢钱吗？说实话，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再也都惊呆了。想想看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在号称经济第2大国的中国，一个人想取3000块钱居然都这么难，这不禁让人怀疑，中国的银行到底还是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，还是说他们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守财奴，只进不出？更让人心寒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。根据网上的讨论，类似的投诉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。有的网友说自己的银行限制每天只能取2000元，有的说被要求提供第三方证明才能取钱，还有的说银行干脆就说没钱了，让储户改天再来。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去年的河南村镇银行事件。当时数十万储户的存款突然被冻结，引发了大规模抗议。虽然后来在中央的干预下，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，但那种恐慌和不安，至今仍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。现在看来，那次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。中国的银行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表面上看，银行们都说这是为了防范诈骗，但是再也觉得真正的原因可能要复杂得多，也严重得多。首先，我们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形势正在急剧恶化。虽然官方还在高喊稳中向好，但现实情况却是一片愁云惨淡。就拿最新公布的8月份经济数据来说吧，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声称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态势，但连向来亲北京的新加坡联合早报都看不下去了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中国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温速度超过预期，经济已经失去动能。这哪里是什么稳中向好啊，分明就是在走下坡路嘛。再看看就业形势，官方数据说青年失业率只有17%左右，但是你们信吗？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不是新闻了，连考公务员都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房地产市场更是一塌糊涂，恒大、碧桂园这些曾经的地产巨头一个个倒下，无数烂尾楼成了中国城市的新景观。更可怕的是，房价开始大幅下跌，很多人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，眼看就要化为泡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银行们当然也不好过。一方面，大量不良贷款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；另一方面，由于经济不景气，存款也在不断流失，所以他们才会想尽办法阻止储户取钱，甚至不惜伤害自己的信誉。但是，这种做法真的对吗？在也认为，这简直就是在饮鸩止渴。越是限制取款，人们就越不信任银行；越是不信任银行，大家就越想把钱取出来。这样一来，银行的处境只会越来越糟糕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局限于小银行，就连上海银行这样的大型城商行也已经陷入了困境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上海银行曾经是多么辉煌。它的总部大楼就坐落在上海陆家嘴的核心地带，是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的绝笔之作。他的第一任行长还是上海市副市长，这在当时可是相当了不起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上海银行的市值已经从巅峰时期的1800多亿缩水到了不到1000亿。它的净利润增长率只有可怜的 1.04%， 而且这还可能是经过美化的结果。更糟糕的是，
上海银行引以为傲的养老金融业务，现在也出了问题。前段时间就有一位84岁的老人将上海银行告上了法庭，原因是银行卖给他的所谓低风险理财产品，实际上是一只高风险的私募基金，结果血本无归。这位老人的遭遇让人心酸，他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本想搬进养老公寓，却因为一时没找到合适的住处，就把200万的购房款存进了平日领养老金的上海银行。谁知道这笔本该用来安度晚年的钱，却被银行坑得一分不剩。更可怕的是，像这样的受害者还有很多。据统计，仅在上海银行浦3路支行，就有27名储户购买了类似的理财产品，总计金额超过3700万元。而这些储户中，90%以上都是退休老人，最年轻的一位也已经年过50。这些老人们一辈子辛苦工作，好不容易攒下一笔养老钱，结果却被他们最信任的银行给坑了，这让人怎么能不寒心呢？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一下中国的货币政策。最近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试图刺激经济增长。他们降低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，向金融系统注入了相当于数百亿美元的流动资金，还降低了现有抵押贷款利率。但是，这些措施真的有效吗？再也觉得这简直就是在对牛弹琴。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缺钱，而是没有人愿意花钱投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对未来没有信心啊！你看看现在的情况，房子买不起，买了也怕成烂尾楼。想创业吧，各种监管政策让人摸不着头脑；想打工吧，企业裁员、降薪的消息天天都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还敢大手大脚的花钱？更糟糕的是，这种悲观情绪正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消费降低了，企业的收入就会减少；企业收入减少了，就会裁员降薪；裁员降薪了，消费就会进一步降低。这样一来，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漩涡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出口呢。但是，这恐怕也是一个美丽的幻想。现在全球经济都不景气，谁还有钱买中国的产品？更何况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限制从中国进口。就拿美国来说吧，不仅在高科技领域设置各种障碍，连普通的消费品也在逐步减少从中国的进口。欧盟也好不到哪去，他们现在正在讨论对中国商品征收碳关税呢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达到官方设定的5%目标吗？说实话，再也对此非常悲观。回到银行业的话题，这让再也想起了一个讽刺的笑话：一个人去银行取钱，柜员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没钱了。”这个人就问：“那我存的钱呢？”柜员回答说：“您存的钱，我们已经借给别人了。”这个人又问：“那我什么时候能取到钱？”柜员说：“等别人还钱的时候吧。”这个笑话放在今天看来，简直就是现实的写照啊！但是，如果连最基本的金融秩序都无法维持，那整个社会还会有什么秩序可言呢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觉得有价值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。咱们下期再见。